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曾黎谈对赵丽颖印象令人十分动容，都很有实力，属实是爱了。影视圈中，赵丽颖以其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艺术表达。然而，曾黎在直播中提及的一件小事，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赵丽颖的人格魅力和职业精神。那是一个快40度的高温天气，赵丽颖在拍摄现场穿着厚厚的戏服，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但她却从未有过一丝抱怨。她选择坚持下去，只是为了减少服装老师的工作量。这样的举动不仅展现了她的善解人意，更彰显出她对工作的敬重和热爱。赵丽颖的敬业精神不仅体现在她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上，更体现在她对自我要求的极致上。她深知作为一名演员，不仅要有出色的演技，更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自己要求极致的女演员。赵丽颖虽然外表娇小温柔，但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力量和坚韧。她对待每一个角色都投入100%的热情和努力，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她的表演真实自然，能够让观众深入其中，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赵丽颖的人格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她的职业精神上，更体现在她的为人处事上。她善良、真诚、乐于助人，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身边的人帮助和支持。她的这些品质，让她在影视圈中赢得了众多同行的尊重和喜爱。赵丽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她多年来的努力和坚持的结果。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自己要求极致的女演员。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追求进步，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赢家。赵丽颖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不仅为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更为她的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赵丽颖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展现她更加出色的演技和人格魅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赵丽颖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作品。2. 赵丽颖电影生涯新转机。在看第20条之前，信了网上流传的票房不佳是因为赵丽颖抢了营销风头。看完第20条后，我承认营销跑偏的说法不无道理，但电影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赵丽颖，而在于自身质量不够过硬。为了迎合春节档而选择用喜剧的方式冲淡电影选题的悲剧感，从而造成电影前后期割裂严重，没能具体展现案情推进的过程，而是安排了工具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没有深入探讨案件的社会意义，而是在电影最后通过雷佳音的一大段台词生硬的扣题。玛丽和儿子的那条线毫无意义，甚至稍显多余。这一家3口动不动就吵起来，直接解答了电影观看之前我对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长的疑问。赵丽颖的戏份确实少，可是谁能否认她是整部电影最出彩的人物之一呢？如此完整且投入地塑造了郝秀萍这个人物，人家营销一下怎么了？赵丽颖的电影路。2023年是赵丽颖第2次闯荡电影圈了。这一年，她拍摄了《虎狼之路》第20条乔岩的心事，代拍的还有酱园弄。一整年，她都泡在各个电影剧组里，年底什么活动都没参加。她专心致志地拍戏，无论戏份多少，1番还是3番。在《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大获成功后，可以看出赵丽颖对待事业更有野心，也更有信心。这一次，她所选择的电影剧本和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
2016年至2017年，赵丽颖也集中拍摄了很多电影，其中《乘风破浪女汉子》《真爱公式》和《西游记女儿国》在她的影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3部电影中，2部单主的电影都口碑极差，唯一口碑不错的《乘风破浪》也只是客串，按规则不算实际。这样的成绩让赵丽颖没能成功闯入电影圈，演技也没能被认可。虽然很遗憾，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演惯了电视剧的赵丽颖还不熟悉电影的拍摄节奏和方式。10年不满30岁的她更是无法驾轻就熟地饰演多层次的人物。就连《西游记女儿国》这种毫无争议的烂片，赵丽颖瘦弱的身体和气场也撑不起女儿国国王这样的角色。有人说，赵丽颖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悄悄地成长，我却觉得赵丽颖的每一步都有迹可循。如果你愿意去了解她，婚姻在赵丽颖的人生中至关重要，这让她明白原来一切还得靠自己。生子复出以来，除了还平台人情而不得不拍摄的有匪，从谁是凶手到风吹半夏，赵丽颖已经不满足于所饰演的角色完全禁锢在毫无深度可言的偶像剧中。她拿电视剧练手，慢慢将自己从花旦调整成一款无所不能的青衣。一个演员的改变，业内看得最清楚。时间来到2023年，赵丽颖所接触到的电影剧本早已和所谓的烂片无关。她敢给张艺谋提意见，让戏份不多的郝秀萍最大限度地被观众记住。她跟陈可辛吃饭，却在关于酱园弄翻味争议时选择隐身，只为了保全角色。她终于再次拿到了电影女主，在乔妍的新式剧组中一待就是几个月，把年底活动的风头全盘让给其他女星。现在第20条是脱胎换骨后的赵丽颖的电影首秀，我想她已经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惊天一跳的郝秀萍，在看第20条之前，我很担心这样一个角色会在张艺谋导演精心设置的喜剧元素中格格不入，更担心他会过于煽情，引起观众反感。还好，赵丽颖的表现并不突兀，她自带呼吸感的自然演技也让郝秀萍这个角色成功发挥了她画龙点睛的作用。要说赵丽颖演的最好的那一段，我认为是天台自杀那场戏。当郝秀萍干净利落地从天台跳下时，我是震惊的。吕玲玲高夜市说，一个女人到底多绝望，才会抛下面临死刑的丈夫、5岁的残障女儿，选择去死。如果赵丽颖没能把握住那个绝望的度，于玲玲的这句话就无法如此振聋发聩。在天台上，郝秀萍的情绪被逼到最高点，村内恶霸对她一家人长期以来的霸凌，对她本人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女儿被绑架的焦灼，案子始终无法推进，丈夫面临死刑的绝境，让一个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把痛苦积压在心底的农村妇女无路可逃。她不傻，她知道也许只有鲜血才能唤起某些人仅存的那点良知。她的眼泪无止境地流，力度逐渐加大的手语和她脸上爆起的青筋如此崩溃。赵丽颖提议把郝秀萍也塑造成聋哑人士神来之笔，正是不会说话，让这个角色不用无底线的渲染苦难，而是从内而外去感染观众的情绪。当她干脆利落地从高处跳下，影院中很多观众下意识惊呼出声。这是对郝秀萍坎坷命运的感叹，也是对赵丽颖演技的认可。这惊天一跳不但扭转了郝秀萍的困境，也打碎了赵丽颖，重组起一个全新的她。记得赵丽颖曾在采访中说过，人不拼，那还活个什么劲啊？从这句话看，赵丽颖和郝秀萍有着同样的人物底色。他们坚韧，哪怕命运如浮萍，他们也会拼了命地长出脊柱。当年那个生于乡下、毕业于中专的不起眼的小姑娘，变成了现在的大明星。再说起赵丽颖，没人会记得她这些黑历史。
观众会记得她是花千骨，是楚乔，是陆贞，是许半夏。如今赵丽颖又多了个名字，她叫郝秀萍。这是对一个演员最好的褒奖。